是人体内最大的代谢和排毒器官，结构复杂，功能多样。在一天24小时内，肝脏不间断地处理我们人体所吸收的各种有害物质，可说是我们人体内的垃圾处理厂。我们常说肝胆相照，肝和胆的关系真的这么密切吗？如果肝胆出了问题，会相互影响吗？民间有没有一些偏方可以治疗或预防肝胆问题呢？肝胆问题不容忽视，解决肝胆问题的偏方更是不计其数。今天就让我们来逐一拆解吧。肝脏有很多的功能，其中3个最主要的就是消化食物，第2个就是排毒。其实肝脏是一个很强壮的这个器官，即使受到刺激以后呢，还是可以自己的恢复。那第3个大功能就是代谢了，制造一些这个蛋白质啊，制造胆汁啊，来帮忙消化。你一定有听说，常发脾气容易伤肝。如果你常常发脾气的话，那你可要注意了。我就认识一位朋友，她是2个孩子的妈妈，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而常常大发脾气。她的妈妈就传授她一个养肝护肝的偏方，我们一起去找她聊聊吧。Belinda， 我可以完全了解你的心情。其实我的2个孩子通常会惹火我就是他们的一些坏习惯，然后我会很大声的喊他们，所以就是你整栋楼都听得到你的呐喊声啊，对不对？之前我妈妈有看到我发脾气的那个情况嘛，然后她就跟我说，不可以这样发脾气，就很伤肝。然后我妈就介绍我煮一个汤，就喝了几次，有没有效感觉不到了，可是就有补好过没有补了。这个猪肝呢是洗干净了之后呢就切片，切好了之后我们就放一点盐跟糖，主要是穿烫之前呢我们调味一下，而且也放了薯粉，对不对？这个让猪肝吃起来会比较嫩滑，比较滑，对，水滚了，然后把那个猪肝加进去，就稍微穿烫一下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捞起来。猪肝捞起了之后呢，我们在另外一个锅呢就烧开一点水，加葱段、蒜片，还有姜片，然后就让这个水煮开。然后现在水煮开了嘛，我们就可以加之前穿烫过的那个猪肝，煮大概5分钟。然后我们再加枸杞子，然后再给它煮滚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加一点酱青，还有米酒，米酒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完成。喝起来的话，我倒是觉得说，就是简单的一道补汤，到底它能不能帮我们养护我们的肝呢？帮你问问专家好吗？好的。猪肝是一个药引子，是把这些药带到肝脏里面去。比如说肝肾阴虚的人，它的效果就不错。那肝肾阴虚型的是怎样的类型呢？比较常见的就是眼睛容易发干、痒啦、涩啦，然后晚上可能有的会容易会盗汗，当然情绪一定是不好啊。如果有一些人不敢吃猪肝那除了猪肝之外，可以用其他的食材来替代吗？我们可以把猪肝换成玫瑰花。这样子，玫瑰花加枸杞呢，它针对的范围更广。它除了肝肾阴虚，还可以治疗气滞型的。气滞型就是比较容易生气啊，妈妈带小孩啊，现在你在说我吗？玫瑰的功效它有宽胸解郁，可以和血。人们常说心情郁闷、常发脾气会伤肝，这个说法正确吗？是对的。有肝心脾肺肾五脏嘛，就只有肝脏最容易受情绪去影响。临床去看的一个脾气比较不好、容易易怒的人，在他把脉的时候，他的肝脏会出现异常的脉象。那医师，你可不可以教我们一些日常可以做的一些，比如说穴位按摩，这样子呢可以疏解，所以我们说肝火旺盛啊，还是暴躁的脾气？可以，就是左手我们找45度的角，然后右手呢，我们的手掌空杯，然后在这个肋骨从上面往下，就这样。那为什么要有这个空杯的动作呢？因为直接打会痛啊。然后如果我们讲悬一点，它可以把气稍微引出来。
那我们要做几次呢？做81次，其实也不一定要做81，79可不可以？当然也是可以啊，次数多一点当然会比较好。到左边做完之后，我们就换右边，你越轻越好。如果你越紧，肌肉紧的话，你感觉不到那个气。其实当你很注意去做这个动作，气也差不多要消了。对。那我们常常有听人家说，常发脾气的人会伤肝。在西医学的角度来说，这个有根据吗？直接伤肝呢是没有任何这个西医上的这个根据。那西医啊有没有说什么养肝护肝的说法呢？以西医来讲，养肝护肝其实就是说保护好你自己的身体，不要过量吃这些会伤肝的食物。那最大伤肝的食物当然就是酒精了，一个礼拜不要喝多过5次，每次不要喝多过2杯的这个酒。女性的话就不要喝多过1杯的酒。那另外的呢，也是不要乱吃那些可能伤肝的药，止痛药啊，跟有一些的草药。我们都有熬夜的经验，熬夜追剧，熬夜写作业，熬夜把工作做完，熬夜伤身伤神又伤肝。有位艺人就是因为拍戏而经常熬夜，让他的妈妈非常的担心。怕女儿熬夜伤肝的妈妈，就不停地阅读搜索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据说可以减轻肝脏负担的偏方。美心，你常常要拍戏熬夜，很辛苦对吧？非常辛苦，有时候拍戏的时候会从晚上拍到第2天早上，所以非常容易上火。那我妈妈看到我这种情况，她就非常担心，她觉得熬夜会伤肝，她就在网上看了一个偏方，叫夏枯草桑叶菊花茶。今天我就带了1壶给你试。夏枯草跟桑叶大概煮半个小时，然后菊花丢进去之后焖大概几分钟就好了，很容易，很简单。都不加糖吗？你可以加糖，你也可以不要加糖，但是我比较喜欢喝甜的，所以我妈妈都会加一点冰糖。喝看。完全没有菊花的那个味道，味道闻是有，可是喝下口里面哦，夏枯草的味道反而就是胜过了菊花。所以你自己喝了，你觉得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喝了之后效果挺好的，因为如果我迟睡的话，第2天可能喉咙会干，或者可能会长痘痘，所以我喝了之后就会有降火的效果。基本上可以说是有一点疗效，因为夏枯草本身可以清肝明目嘛。而且它还可以降一点火。那么菊花它可以疏肝，也可以明目。桑叶本身它是因为它也可以疏风，解热嘛。那这个偏方是不是每一种体质都适合呢？有一些人如果他血压偏低，喝这个方它会造成血压降低，他头会晕不舒服。那如果他血压偏高的人，刚好就适合。这样我们应该吃些什么食物来保护我们的肝呢？莲藕啦、番茄啦，还有绿色的蔬菜啦、西兰花，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平肝降肝火的食物。我们平时可以煮一些汤，比如我们用莲藕啦、红萝卜，还有益精、排骨。益精是一个中药材，你吃了它你会觉得整个人很舒畅、很舒服的感觉。那熬夜本身呢是没有直接伤肝的这个很大的原因了。可是临床试验有说，常常熬夜或做这种 shift work 的这些工人呢，他们常常饮食方面都欠佳，会常常选吃这些比较肥油的食物，所以引起他们身体也比较容易发胖。发胖呢，也就会比较容易让人得到很多其他的病比如以肝方面就是脂肪肝啦。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一些症状，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肝脏可能出了问题？在我们的这个肚子里面的这些神经呢，它也不是那么的明确，所以呢很难分辨出来的。可是呢，晚期的话呢，就包括一个人劳累食欲不好，甚至要呕。在更晚期的话呢，肝开始有这个功能衰竭的时候呢，就甚至会变成黄疸脚肿这方面的问题。急性的肝炎来讲的话呢，这个有时候会引起一个人的这个腹部疼痛。如果完全没有症状的话，我们应该怎么预防这个肝脏问题呢？家庭里面有肝病，或者是已经知道有这种慢性肝炎的病人呢，应该定期去看医生。所谓的检查呢，就是以验血跟做扫描这方面来观察。我们的肝脏内有些许的脂肪是正常的，可是，一旦脂肪过度囤积的时候，就会形成脂肪肝。
我就有一个朋友，他有脂肪肝，可是他很年轻，他又很少吃肉，吃很多水果跟喝很多水，我们都吓到了。当我们听到他有脂肪肝，我可以猜一猜吗？他的身材体型是不是稍微肥胖一点？因为根据统计的话，肥胖的人比较容易患有这个脂肪肝。完全相反，她是比较瘦小的一个女生。那你听到了之后会不会担心？当然啦，因为我很爱吃水果，而且我很爱吃甜食，所以我也是担心我自己会有脂肪肝。我就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偏方，叫做山楂燕麦粥。这个是25克的山楂，听说它可以降血脂、开胃，还可以帮助消化。我们还有20克的赤小豆、20克的薏仁、15克的燕麦，还有50克的珍珠米。好。水滚了之后，我们就把赤小豆还有薏仁倒进去，让它滚到7到8分熟。我们就把珍珠米还有山楂倒进去，全部都差不多煮熟了之后，最后再加燕麦。燕麦丢进去之后，差不多煮10分钟就好了。你平常是多常吃这个山楂燕麦粥？我会尽量每个礼拜吃一次。吃了之后，我觉得有惊喜，因为有山楂的关系，所以它酸酸甜甜的，有开胃，会让你想接着吃下一口的感觉。可是到底有没有效呢？我们来问问专家。好，如果是那些喜欢吃肉食者的，效果会不错，因为它有消食的作用。但是这个偏方呢，我们建议就是拿掉薏仁还有赤小豆，我们额外再加一个神曲，因为山楂跟神曲它可以消食积。那消食积意思就是说，它可以分解降低那个脂肪的沉淀，就像燕麦也是，它可以降低胆固醇嘛。山楂偏消肉类比较多，那神曲呢是消谷类的比较多。对，那这3个配起来的话，对于那种肉食者的效果会非常好。那所谓的脂肪肝呢，有分酒精性的脂肪肝，也就是那些喝酒太多的人引起的脂肪肝。那另外呢，就是非酒精性的脂肪肝。那在这种无酒脂肪肝里面呢，我们还分成2种，一种就是比较轻微的脂肪肝，英文叫做 NAFLD， 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严重性的脂肪肝，叫做 steatohepatitis。那是这种比较严重性的这种脂肪肝呢，长期来讲的话，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的这个肝硬化。导致脂肪肝的病因是什么呢？那到现在为止，西医还没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。可是大体来讲的话，我们知道是以这个新陈代谢不良的这个情况引起的，所以常常那些有糖尿病、高血压跟胆固醇跟肥胖的人的话，得这种脂肪肝的几率会比较高。那好像比如说我们多吃水果、多喝果汁，也可能会让身体呢慢慢的有这个脂肪肝。那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？水果有一种这个糖叫做水果糖fructose， 那这个糖呢，在水果里面其实是很大量的，尤其是那些比较甜的水果。那当一个人过量吃水果的话呢，它这个糖分还是要经过肝去把它消化成其他的糖分，比如说 glycogen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肝不能够应付的话，有时候也会可能引起这个脂肪肝。所以脂肪肝是可以痊愈的吗？脂肪肝是可以控制住的。现在以西医的治疗是没有一个药可以直接治疗这个脂肪肝。我们还是建议病人运动跟减肥，要减低血糖，不只是减低肥跟油腻的食物。WHO Organization 的建议是呢，每一天呢不要加多过5个小汤匙的这个糖在任何的食物里。我们常听人家说胆结石，究竟什么是胆结石？在了解什么是胆结石之前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知道胆的功能有哪些吗？胆囊在肝脏右叶的下前方，胆汁是肝脏产生的消化液，会被储存在胆囊中。当食物进入肠胃之后，胆囊会收缩，分泌出胆汁。胆汁再经由胆管排入12指肠，以促进食物的消化、脂肪的分解以及营养的吸收。我们节目团队中就有一名成员曾经患有胆结石，他上网搜寻找到了一个偏方，据说呢可以把结石排出，到底有没有效呢？我们去找他问一问。Sophia， 你之前患有胆结石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？其实一开始我并不晓得我是胆结石，我以为我胃痛。
就我肚子痛了，连续痛了1个星期之后，还是没有好。就某一天起床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的皮肤全身非常的痒，眼白也变黄了，所以我就觉得肯定不是胃痛那么简单，然后我就赶快去看医生，检查出真的就是得了胆结石。所以当下你就接受了治疗了吗？没有哎，因为我不想要割掉我的胆。然后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个蛮盛行的偏方，叫做肝胆排石疗法。首先就喝这个苹果原汁，连喝6天，每天喝1公升。根据网上的说法，就是说它可以软化胆囊里面的那个结石。然后到了第6天呢，就要喝这个泻盐。然后泻盐的话，那当然就是让你把石头排出来。橄榄油它就是你喝下大量的油之后呢，我们的胆会分泌胆汁，这时候它就可以把胆囊里面的石头呢拉出来。柠檬汁也是一样，软化石头还有那个胆管的作用。那你这样子做了之后，隔天就真的开始排泄出胆汁了吗？真的有，真的排出不少。啊，怎么感觉像小翡翠一样？对，就是翡翠绿色这样子的感觉。第一次做这个疗程的时候，排了70、80块，所以排出了这么多粒结石哦，那你这个胆结石的问题就解决了吧？其实后来我还是把我的胆囊割除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我的胆还是继续在作痛，所以这个偏方没有效哦。我觉得其实应该算是有效的，因为它确实让我延迟了3年，我才去把我的胆囊割掉。坊间很多人在用这个方，但是我的观点觉得他们排出来的并不是石头，是一个囊泡来的，弄开它是一个水来的。这个偏方反而会引起胃不舒服，因为它太酸了。以西医来讲的话，没有任何的根据。胆结石其实是一个蛮普遍的这个病，以40、50岁以上的人来讲的话，差不多2到3成的人都可能会有这个胆结石。女性在这种年纪都比较容易得到这个胆石。那原因有可能在这段时间内，女性的这种荷尔蒙有某种的变化，导致她比较容易形成这种胆石。可是不是每一个胆结石的人呢都需要治疗，因为其实绝大部分的胆结石其实是没有症状的。即使查到的话呢，也不必刻意的去治疗它。胆结石大部分在胆囊内形成，胆汁在胆囊内长期持续的淤滞，导致其中的胆固醇或胆色素等等成分淤积，进而形成为胆结石。胆石呢，其实也分几种。那最普遍的就是这种胆固醇的这个石头，另外呢也包括这个我们叫做咖啡色的石头跟黑色的石头。所谓黑色的石头，多半是这些有血性病的人的话比较容易得到。那以咖啡色的这些石头呢，比较可能是胆里面有细菌啊，或者是寄生虫这方面引起的。那比如说那个胆结石严重的话，会有哪些症状呢？胆结石最大的问题就是胆囊发炎。那胆囊发炎的呢，那个病人就会非常严重的这个右上方的腹痛跟发烧。这种情况下呢，就是要紧急的去医院，然后做这个割胆的这个手术，或者最少要给消炎药治好这个胆囊发炎。如果胆囊没有发炎呢，也可能是因为这个胆石引起的这个胆石痛。当你的胆囊里面有很大的这个胆石的时候呢，它就会阻塞这个胆囊，就会引起这个胆囊痛，而且是一个蛮严重的痛。可能会持续2到4个小时左右，治疗其实也是以动手术割掉这个胆囊为主。那我有读到一篇报道他说女性患这个胆结石的风险偏高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女孩子心情很容易受环境影响，那么不能很好的抒发自己的情感，那就影响这个胆的分泌跟排泄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很多女性为了减肥，早餐不吃嘛，不吃早餐，你想我们整夜的那个胆汁的储藏，一直储藏在我们的胆囊里面，那么你不吃早餐，没有排泄出来，那些胆汁一直沉淀在那边，就很容易长石沙或者石头了嘛。中医要如何预防这个胆结石呢？平时要多摄取一些带有一些酸性的食物，因为酸性的食物会刺激肝脏分泌多一点液体，那么使到我们的这个胆汁会分泌排泄多一点。吃酸的东西可以吃一些阿桑啊，还有柠檬啊、百香果，但是不要吃到太酸，凡是太过就是不好的。那还有就是要充足的睡眠。
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，只要慎选食材，改变煮法，便能煮出美味却又健康的普遍常见菜肴，轻松地减轻肝胆的负担，又能满足口腹之欲。平常呢，沙包鸡饭就是用香米来煮哦。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换成糙米的话呢，糙米就有丰富的纤维，它也有很多的维生素 B 群，就可以具有降血脂的功能。平常都会用鸡腿肉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换成鸡胸肉。一开始可以先用一些油先腌它哦，让它变得更香滑一点点。再来呢，我们需要用半茶匙的黑胡椒粉去腌这个鸡肉。那同时呢，我们可以选择用香菇哦。香菇的话呢，它就有抗氧化，还有增强我们免疫力的效用。同时间呢，它有天然的鲜味，也有香味哦，所以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提味。然后呢，少用盐，就会减少我们钠的摄取量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开始煮了吗？可以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在锅热之后哦，就可以加入这些芥花籽油。那芥花籽油呢，它是含有比较高的不饱和脂肪。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爆香蒜米。蒜米呢，它有抗氧化的效用哦。记得哦，在用这些比较健康的油的时候呢，就是比如说芥花籽油啊，又或者是橄榄油的时候，我们尽量的让它不要太高温哦。因为这些比较好的油脂，它的冒烟点可能就比较低。如果我们让它的油太热的话，它就有可能会转换成比较不健康的脂肪。是。等到爆香好了呢，我们就可以关火。下一个步骤呢，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食材哦放进沙包里面。但是如果你家里没有沙包的话呢，就可以用饭锅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放入这个蔬菜高汤，这是刚刚我就已经熬好的高汤哦。高汤里面呢有萝卜、芹菜还有洋葱，这3样蔬菜呢，它们都有天然的甜味，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的鸡饭提味。倒入蔬菜高汤之后，将爆香好的蒜蓉和洋葱、腌制过的鸡胸肉，连同香菇和其他的食材放入电饭锅内，烹煮1个小时，即可享用这一道美味又健康的香菇鸡肉包饭了。好香哦！哦，这个有惊喜，很香。蔬菜高汤哦，配合在里面的很甜，因为这些食材呢，它们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就可以帮助我们的食物很好的去提味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些食材的原汁原味呢，去取代了其他的调味料。谢谢你的分享，谢谢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，再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，还有不良的饮食习惯，让患有肝胆疾病的人越来越多。面对肝胆疾病，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，也不可以盲目的跟循一些偏方，而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。我们在健康状态之下，切记要预防肝胆疾病，拥有健康的肝胆，从日常生活做起。好了，祝君安康，我们再见。